在茫茫大海，他们要寻遍可能的区域，寻找幸存者。你一定要把我给救回去，我家里面还有老人要养，还有小孩要照顾。他们的日常就是与惊心动魄相伴。人们称呼他们为海上妈祖，但他们更愿意做妈祖的小兵。青椒村，面朝大海，背靠青山，村民大多打鱼为生。渔民王福在海上干了一辈子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是以乘坐直升机的方式离开大海。2016年，一个寻常的出海日，王福在操作设备时，不慎被切断4根手指。他们现在第一时间就是要赶紧送到医院去，因为他的他这个断肢啊，要想重新连接的话是长时间的是不行的。半小时后，王福被及时转移前往厦门治疗。在海上寻找和拯救素未谋面的人，这就是东海第2救助飞行队的工作。东二飞的基地坐落在厦门高崎机场旁。每逢强台风来临，民航客机纷纷转停其他机场以躲避台风，而东二飞所执行的搜救任务，往往要与恶劣的天气做猫鼠游戏。在跟大海打交道的10年里，机长王斌见惯了生死。他救过的人不少，自己也不止一次跟死神擦肩而过。台风即将登陆福建沿海，空中已有风云涌动的气息，低气压笼罩大地。东二飞，东经11949，名称是安娜。搜救中心收到船只发来的模糊信号，初步判断一艘外籍货船在福州海域失事，船上有17名外籍船员。初步的预警消息是船体触礁了。台风伴随着11级的风力，意味着惊人的破坏力。王斌迅速召集机组成员，制定救援方案。人员我们搜寻到救生艇或者救生筏，这种情况下你下水，好吧？你穿的那个下水装备，到时候副驾驶负责拿工具，我到时候负责操作工具，有关系。时间紧迫，机组希望马上行动，争取救援时间。我是飞进过台风天气的，我对台风的了解啊，当它这个台风云系转一圈的时候，它会有个空档，让我的航空器能够穿越过去。然而队长赵路拒绝了机组的出发请求。那个时候风也很大，雨也很这个雨也是很急，又是夜间，他说11点起飞。当时要从厦门飞到福州，再从福州落地，再往那个事故现场飞。整个夜航我们还是不具备的，因为我们飞的都是目视飞行，而夜间呢，最大的影响就是看不清。如果看不清，
威胁就非常大。等待是唯一的选择，然而每个人都无法入眠。夜色中冰凉的大海撕扯着救援者的神经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海上一旦船沉了，人员漂浮在海上，尤其是在冬天，时间真的就是生命，人大部分都不是被淹死的，都是被冻死的，就是失去低温症啊，失去知觉啊这些。休息都带好了。救援就是和时间赛跑。为了尽可能靠近救援现场，经过队长赵露的批准，3点不到，5名机组成员飞往福州。在福州短暂停留后，机组赶往事故现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救助前那些就像一个100米赛跑一样，前面都是在热身。我觉得真正的挑战、真正的考验，就从福州机场起飞，一起飞就碰到了超级大的暴雨，就像我们闭着眼睛走在那个郊外的树林里，就天都是黑的，你就靠一点一点的摸过去。好的，雨比较大，右边这一块有一个强降雨区。30分钟后，机组抵达事发地点。现场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船体已经90度侧翻。17位落水的外籍船员刚刚度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疲惫不堪。现场大风不断，按规定，超过7级大风是不能打捞的，但这时只能硬上。当我拉上第一个的时候，在这个调运过程突然就来了一阵风，这时候我的钢索上还有人，飞机还就直接往下掉，我提我的功率啊根本就不管用，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，肯定飞机就被拍到海上去了。失事地点位于山地背风坡，乱流环绕。在恶劣条件下实施救援，除了迅速，还得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。这时候我就把驾驶杆就是稍稍往前一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正常是不应该的。如果你顶了，它还会消耗功率。为什么呢？我是想通过旋翼的那个改变，就我们头顶上那旋翼的改变，去改变它的那个升力。通过这种升力的改变，我觉得有可能会对气流的扰动有一个抵消。后来证明我这个决策、这个操作是对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飞机稍稍有点了前进的速度，功率突然间就有富裕。但是这只是在那个瞬间能够起到这种作用。救助强调团队作战，作为机长，不光要会飞，还考验他的应急能力、指挥能力和心理素质。我们民航有8个字，就该复飞要复飞，该决断要决断，不能拖拉，一定要能够及时避开这个危险。经过分批次救助，飞行队将全部17名船员成功救起。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救援，没有任何一方料到，在黎明将至之前看到东二飞的身影。中国是一个海运大国，每年东二飞执行的救助任务多达数十件。有人就说我们是海上的妈祖，
我就觉得我们不是马祖，我们就是马祖的小兵，能够多救几个人，然后我们已经非常高兴了。在茫茫大海中，目睹营救者的到来，对所有人来说，几乎都是一种目睹神灵降临的心情。飞行队常常被认为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英雄，但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面前，人类的力量微不可及。就是说，我们从飞机上看那个浪，其实看起来不大，其实你在底下看那个浪就是滔天巨浪，可能比飞机还要高那种。那一个浪打过来，打到你的头上，打到你脸上，你无法呼吸了，一瞬间窒息了，你可能就丧失了意识。在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救援中，王斌就领教了大海的残酷。一艘巴拿马籍货轮在福建平潭海域倾覆，通过各方面取得的消息，险情确实存在，但是人在哪里呢？然后我们经过尽力的搜索啊，就找不到目标，那时候就开始怀疑，到底是谁错了呢？第一架次无功而返，第二架次的搜索也费尽周折，就一直沿着游记，最后找到了这起救助的蛛丝马迹。可以看到整个水面上就布满了很多那个穿着救生衣的，就是一点一点的红，大部分人的头已经深深的埋在了水中。这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向我们挥手的，那时候心里就特别的焦急，该从哪个开始救援呢？不知道从哪个开始救起好。海空立体搜救持续了数天，37名船员只有几人获救。这场救援引发了王斌的心理震动，塑造了王斌之后10年的从业态度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早点来？早点来可能还能够有更多的救援机会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在我的搜索方面，就研判这个人在水中的一个漂流的方向上，或者是风对漂流人员的漂流这个影响上，我觉得这些理论上我还是得继续加强。经验与顿悟往往建立在血的代价之上，救捞局的成立也是如此。1999年，大顺轮在大连至烟台的海域沉没，救援船舶无法靠近，没有行之有效的救援方法，202人遇难。这是许多救捞人不愿提及的一段伤痕。那个时候，交通部高层就在想，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做这样的救助会好一些。直升机救援成为最后的选择。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完成了救捞体系的构架。在中国的大陆海岸线上，由北到南分布着4支海上飞行队，他们各自盯着责任区，守卫大海上过往的船舶。东2飞主要担负台湾海峡、福建沿海和汕头海域海上人命、财产和环境救助的任务。飞行队的日常在无止境的训练中度过，模拟真实的救援行动是训练的重头戏。队员们轮番上场，驾轻就熟，扮演遇险人员。如果大海能够沉静离开，然而，事故往往不按照预设的脚本，海上救援
常常遇到出人意料的情况。解决的办法是加大日常训练，提高救助水准，这是他们保证兄弟们安全的重要手段。在民航界有个定律，人每做100件事情，必然会发生2到3个错误。所以说，你要保证每一次做这100个动作都不发生或者少发生，这就要求我们平时的一个训练有素。飞行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365天随时在待命，跟队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还久。在救援中，他们连命都要交给对方。尤其是远距离救助的时候，一出去100多海里出去，你就感觉跟内陆的联系啊，跟家里跟塔台的联系啊，会越来越远。对你心理上的冲击就是这样，你能获得的帮助就是越来越少，全靠你的机组去怎么协作，去完成任务，安全的回来。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是飞行队对机组队员的一贯原则，但偶尔也会遭遇挑战。如果说飞机有问题，我会首先要保证我们飞机的安全，机上人员的安全。在人生中，两难的抉择并不少见，而这份职业所面临的选择更加艰难，每一次都事关生死。12月的一个早晨，海水冰冷，在南日岛，一艘商船沉了，11名船员落水，生死不明。在搜救过程中，连续发现的6名船员都没有了生命迹象。然后第7个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海里，他看到直升机以后，他手就能抬起来，就是能挥舞着。我们当时机组就非常兴奋啊，然后就赶紧下去把那个人调运上来。此时，机组发现前方海域还有人影，这意味着可能还有生还者。但救上来的船员出现低温症的症状。他说他快不行了，他顶不住了。当时机长就想这该怎么办？然后如果马上现在回去的话，剩下的另外3个人可能生存的可能性就非常小。然后现在不回去的话，可能这一个人返场落地以后也会抢救不过来。继续在原地救人，还是立即返航，都是生命，该救谁？对机长来说，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。但是作为一个机长来说，我们就是逐渐的去培养一种理性。我们有我们的标准，有我们的 SOP， 就是标准操作程序手册，有我们的运行手册，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要求。当时机长就做了个决定，就是说我们再往前，再搜15分钟，如果还没有发现人员的话，然后我们就立即返场，先把救的这个人救活。在直升机这个狭小空间里，飞行队无数次经历着别人的生死故事，机长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。他们指挥救援和死神赛跑，为生命争取更多的时间。
每一次救援，就像一场漫长的精神战役。我经常做完救援以后啊，我也是把飞机停稳、关好车以后，我就想单独的待一待，单独的想一想。另外的也是想单独享受那种压力以后的那种，就是说安宁吧。每一位被救援的对象身后，都站着一个期盼平安的家庭。尤其是出海这种艰苦作业的，它通常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主力。应该说，救了一个这样的劳动力的话，它有可能后面就拯救了一个家庭。为无数在海上讨生活的家庭保驾护航，这份工作带来了满足感，随之相伴的是超乎想象的时间投入。我爷爷那年99岁的时候，就是突然间生病了，被送到了医院，说他全身那个功能全部都衰竭了，医院说没有必要抢救了，你们送回家吧。那时候我那一刻特别就想，开着车就走，真的。但是没有人替我办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家人，我说：“你们先看着我尽快的回来。”我觉得每个亲友，跟我的事业其实同样重要。但是既然我做了这份工作，我就有义务把它守护好。厦门是一座惬意的南方小城，每年1月，城市将进入一场马拉松的狂欢。东二飞为赛会提供安全保障。从空中看的时候，那个人比较动感的一个大梯队在前进，你似乎能聆听到那种脚步声。就是我们在看电影当中那种千军万马在行军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是很壮观的。飞行队的成员几乎都是跑步爱好者，因为跑马拉松这个就贵在就是要坚持，人的极限到什么程度，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我做现场救援的时候也是，一定要坚持到最后，坚持把最后一个人给成功救起来。在跑一半的时候，再想想自己为什么要来跑呢？跑得这么累，跑得好像也没能得到什么奖金，也没能给你什么荣誉，其实就是寻求一种，寻找一个自我的一个过程吧。救援也是一样的。内心里来说，就想去有这种机会能帮助别人，并且，只是还是我的职业的话，我觉得做这个行业是非常，不能说光荣吧，至少是荣幸。